你们两个，今天谁睡在地板上啊？他，你，明明是你，我昨天睡到地板上的。哦，那今天就应该轮到嘉庆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嘉庆，你听妈妈说啊，妈妈已经把隔壁的房子租下来了，到时候呢，爷爷奶奶会带着平儿一起过去住的。然后呢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房间，还有床，到时候说不定你还想念跟平儿一起住呢。来，听话，下来，快点，听话，下来。对了，这样就是好孩子了。那把被子盖上，别着凉了。盖好，盖好，啊，睡觉了啊，不许说话聊天。这房子还蛮大的，家具电器也都有啊。这是您的钥匙啊，好，谢谢。有问题随时与我联系。好的，祝您住得愉快。谢谢。哎，老公，你看，这个房间爸爸妈妈住，这个平儿住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隔间，阿姨也可以住的。这离得挺近的，来来往往也方便。这个房子本来租出去的，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。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12000。付过了啊，押1付6。平时看你挺节俭的，这件事情上出手挺大的。确实不便宜，但是这钱不是给平儿和爸爸妈妈用的吗？只要他们住舒服了，我觉得也值得，你说呢？而且大家不用那么挤了。那么挤？我小的时候，一个房子30多平，住5、6口人，不觉得挤。现在我们家200多平，住4个大人2个孩子，反倒觉得挤。不是平儿没住过来的时候，你也不说挤。这平儿一住过来，你天天说房子不够住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一个孩子到底占你多大空间呢？那以前不是没有条件吗？现在有条件，为什么不能住得舒服一点啊？而且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儿呢。你看，你每个月给罗子君的抚养费挺高的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生活得好点，是吧？那现在，其实平儿一直是住在我们家的。我在想，你可不可以跟他说一下，把这个生活费问他要回来？现在平儿吃的住的一样好，而且他还解放了，我觉得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把生活费要回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给小孩子用的嘛，是不是？现在平儿天天在我家住，我这个钱还是花在他身上的呀。而且，罗子君以前他是不工作的，现在他有工作了。你说，对于孩子我们抚养是有义务的，但是对于他，我们有能力当然要帮他一下的了，是吧？但是，那不是义务啊。这账啊，也算得挺清楚的。你不管家，不知道家里面一个月用多少，剩多少。你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男人，做一个体面的爸爸，我可以理解。那当然，这个精打细算的事情就落在我头上了呀。你说我们2个人挣的钱要够一大家子开销，哎，老人要养老，孩子要教育，还有吃喝拉撒一大堆的事儿呢。如果不算清楚点行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，那我就把这房子退了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呗。要不，你再看看，我去超市买点牛肉，晚上要吃咖喱饭的。我先走了啊。小天刚刚来了电话，说他现在人在医院呢。啊？怎么了？他被陈俊生给打了。子君呐，你说陈俊生是你前夫这件事情，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你说这一个陈俊生，一个贺涵，这个整个诚心都得围着你转啊！哎呀，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好消息呢。苏总，
你要是这么说，是让我没法在这儿待下去啊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说啊，怎么说你跟他们都是自己人，我有什么说的不行的，你可以帮我去说呀，对不对？至于调换工作的事情，我们回头再聊啊。我今天就想找他去聊聊，没想真动手。他该打。你们想干不想干？一个洛洛走了，你看你们一个个吊儿郎当的，不干滚蛋！老卓，哎，再给来壶酒。好了。子君真是大变样啊！每一回见他，都觉得是不是以前看错了。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潜质，没有刺激就不会展现。就像今天，要不是碰到段小天儿，我们都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打架。哎，老卓，怎么最近没看见洛洛呀？你见着他？我替你惦记着他。谢谢。回老家了。回老家了？对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。老板一天天心情倒不错。不错，还骂人呢。之前有个小姑娘到他这儿来了几个月，老卓虽然天天在数落她，其实心里边是很喜欢她在的。你跟玲玲现在怎么样了？后悔了？怀疑我自己。当时跟子君离婚，跟玲玲在一起，是不是错？同时也因为现在这个罗子君，让你刮目相看。我也知道，要不是有这些变故，子君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有些话吧，我一直闷在心里边，不敢跟别人说。有的时候，甚至自己都不敢承认。你说我跟玲玲在一起，柴米油盐的走到现在，总会有问题出现。我们不是小孩子，我知道，任何一对夫妻，两口子嘛，过日子，总会有默契，也会有矛盾，事情是两面性的嘛，我都知道。我也一直告诉自己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是对方的问题。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会想子君吧。其实今天打段小天，打的也是我自己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说这么多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。当然没有。那你怎么想的？你想什么呢？想我自己的问题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有些事情知道归知道，固执归固执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到你这儿不都迎刃而解吗？每个人都注定有这辈子解不开的问题，这就是老天派你来一趟的修行。而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呢，对于结果是什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那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唐晶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。难道还有别的女的能成为你的修行？